百货怪谈。我是一名搬运工人，公司长期和各大百货合作。每到周年庆或是限定快闪店的档期，就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。一般客人只看到热闹的卖场，却很少人知道，这些货品的进出、装卸，都是我们这些人员在深夜闭馆后默默完成。有些百货公司是新式建筑，设施完善，但偶尔还会接到一些老牌百货的案子。这些建筑至少都有30-40年历史了，表面上翻新过，但在后场、货梯、地下仓储这些地方，却依旧留着陈旧的气息。而我遇到的，就是在一间旧式百货的货梯里。那座货梯和对外给客人用的电梯完全不同。对外的电梯有钢琴烤漆的面板，灯光明亮，还有电子广播的欢迎语。货梯却只有粗糙的铁门和昏黄的灯管，按钮一列排在墙壁上，磨得反光的金属面板几乎看不出数字。更特别的是，那货梯有一股年代感，不只是老旧，而是让人觉得它曾经被无数人使用，留下某种沉淀的气息。你站在里头，会觉得空气有点凝滞，甚至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。货梯够大，可以容纳几十箱货，但每次我一进去，都会下意识地贴着墙站，因为那昏暗的灯光在铁壁上打出模糊的影子，让人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公司派了3个人去那间百货。因为周年庆将至，百货要求在当晚把大量新品搬上楼。过了晚上11点，整栋大楼的灯都暗了，只剩下一些必要的后场照明。我们推着满满一车货物走进货梯。当铁门拉上，重重扣住的瞬间，我心里总会有股不安，好像被封闭在某种空间里。货梯启动，发出低沉的嗡鸣声，随着钢索拉动，整个空间微微晃动。最奇怪的是，货梯里的喇叭虽然坏掉多年，但有时候却能听到模糊的人声，就像是隔着布料传来的谈话声。音量很小，无法听清楚内容，但能感觉到好像有人就在电梯外头讲话。我曾问过那百货的老工人，他们只笑着说，你别多想，老电梯常有干扰声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那不像机械杂音，更像是真有人在窃窃私语。那天，我们分批搬运。一次我跟同事阿健把货推出去，剩下空电梯准备再回到1楼。结果当我们才刚把货推出去，货梯的铁门却突然自己砰的一声关上。我心里一惊，因为货梯的门很重，平常要用力拉才会闭合，不可能自己关上。我跟阿健对看了一眼，他脸色也变得凝重。刚刚有人在里面吗？他小声问。我们立刻把门拉开，电梯里空无一物，灯光依旧昏黄，只有我们刚刚留下的手推车轮痕。可偏偏就在那瞬间，我听到一声叮，像是有人在里面按了楼层。电梯自己启动了，它开始往上升，但里面什么人都没有。我和阿健愣在原地，看着那电梯的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跳动，直到5楼才停下来。奇怪，谁叫的？我们面面相觑，但工作还得继续。后来我们又各自分工，我留在1楼等下一批货，另一位同事阿文去5楼协助收货。电梯再次下降时，我站在门口等。铁门打开的一刹那，我愣住了。里头站着一个人，确切来说，是一具人体模特儿。他就直挺挺地立在电梯中央，穿着一件过时的洋装，脖子上还挂着残破的价签。那模特儿的脸已经泛黄，眼睛是空洞的黑洞，直直朝着门口望着我。我吓得倒退一步，因为我很清楚，我们之前搬运的货里根本没有模特儿，更不可能有人把这东西放在电梯里。健，你在搞什么？我试探着喊。可电梯里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有那模特儿直立着，静止不动。更诡异的是，货梯的铁门自动拉上，把模特儿再次困在里面。我整个人头皮发麻。我立刻透过对讲机联络阿文，5楼有没有人搬模特儿下来？
他愣了一下，回答：什么模特儿？这边都是箱子啊。我正要再追问，却听见对讲机里出现另一个声音。那声音很模糊，像是低沉的男声，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喃喃自语。阿文也听见了，他惊呼：诶，刚刚是谁插话？但对讲机很快就恢复了杂音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电梯门再度打开，过了几分钟，货梯再次回到1楼。我小心翼翼地拉开铁门，里面空空如也，模特儿消失了，只剩下地板上吊着一张泛黄的纸片。我弯腰捡起来，那竟然是一张旧百货的促销广告，上面印着周年庆全馆特价，民国70年，也就是30多年前的东西。我手一抖，赶紧把纸丢掉。之后我们3个人不敢再分开搬运，全程一起进出货梯。幸好当晚再没有其他异状。等到工作结束，百货的老保全带我们走出后场。我忍不住问，这里的货梯以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？老保全愣了片刻，才低声说，很多年前，有个女店员在周年庆前，因为模特儿跌倒压住，卡在货梯里，等人发现时已经来不及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她死的那一天，正好是周年庆开始的前一晚。听完，我全身冰冷。我想起刚才看到的模特儿，还有那张30多年前的广告单。或许她一直被困在那台货梯里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。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。